霍华德如此惊慌失措的原因，是他早就听自己的父辈聊及过破青会这个古老而神秘的超级组织。他虽然对破青会了解不多，但从父辈那里得到过一个忠告，那就是如果有朝一日遇到破青会，一定要离他们越远越好。这是因为别的组织要钱，这个组织要命，而且这帮人一旦要起命来，就他妈的酷爱灭门。不过在美国，也只有罗斯柴尔德这种古早的超级家族才听说过破青会的存在，而对这里的绝大部分人来说，破青会这个名字他们还闻所未闻。这是因为美国的上流社会构成十分复杂，一部分是硅谷以及华尔街金融市场崛起之后，互联网以及全球金融产业诞生出来的新贵，有钱但缺乏底蕴；还有一部分则是二战前期在美国靠真枪实弹打拼出来的老钱家族，有些底蕴但是不多。另外就是二战后逐渐崛起的政治家族，这些家族往往不那么有钱，但由于渗透政坛，所以消息比一般人灵通许多。破青会这个组织在这三个群体中，也就那些政治家族有所耳闻，但是他们为了规避不必要的风险，从来不与破青会为敌，也从不会将破青会的消息透露出去。毕竟破青会与那些恐怖组织不同，他们用数百年的时间渗透到世界各地、社会各界，远不是那些在中东的山窝窝里打了10几20年游击的恐怖分子所能比拟的。那些政治家族也对他们十分忌惮。除了政治家族之外，美国知道破青会存在的，只有真正与破青会有过瓜葛的安家，以及历史悠久的罗斯柴尔德家族。罗斯柴尔德家族早些年一直扎根欧洲，到了二战中间为了避难，才逐渐将重心转移到美国。他们的先祖早在200年前就知道破青会的存在，也见识过破青会的手段，所以即便200年过去了，罗斯柴尔德每一任族长在交接大权的时候，还是会向继任者特别交代，惹谁都行，但千万别惹破青会。霍华德原本也没把破青会真当回事儿，毕竟从他爷爷那一辈起，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几乎没在现实中与破青会有过任何形式的交集。关于破青会的传说虽然还在祖训中继续流传，但大家也只当它是个故事。现在当破青会的名字从汉克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霍华德便清楚地意识到，破青会不但真实存在，而且就在自己身边。更让他恐惧不已的是，自己找个古董，竟然稀里糊涂地跟破青会扯上关系。就在汉克等人匆忙撤离的时候，纽约几个消防局接到火警，都派出了消防车队前往通航公司救火。由于火势完全靠着航空汽油引燃，所以很快便大到难以控制。机库内的恐怖高温直接引爆了直升机油箱内的航空煤油，巨大的爆炸将机库的顶直接掀翻，火光顿时冲天而起。当火光腾空而上的那一刻，已经坐直升机奔赴美加边境的叶晨，也远远地看到纽约北郊夜空之上的那团火焰。这一刻，他知道陈志民定然已经化为灰烬，而那间机库便是叶晨让陈志民为他自己以及钟永博准备的焚尸炉。于是他拿起手机，给李亚林发去一条信息，内容是起火了，等小罗电话。这是他先前与外公约定的暗号，一旦告知起火了，便是通知陈志民的死讯。而等小罗电话，意思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说不定很快就会跟外公联系。在这之前，叶晨曾将自己的计划告知外公，李亚林也知道叶晨的计划。而眼下的李亚林正和叶晨的2个舅舅一起陪着老爷子参加国产飞机厂家举办的签约宴会。收到叶晨发来的信息，他来到老爷子跟前，低声在他耳边耳语道：安叔，起火了，小罗可能会给您打电话。安启山整个人怔了片刻，随后轻轻点了点头，道：我知道了。叶晨的推测并没有出错。惶恐不已的霍华德前脚刚召回所有人，后脚就拿起手机给远在华夏的安启山打了过去。原本他与安启山虽然先有交集，但作为全美最大2个家族的掌舵者，彼此也都有着对方的联系方式。安启山看到是霍华德打来电话，
便知道一切又都被外孙猜中。这一次外孙故意要把罗斯查尔德家族也拉下水，让他们来转移珀清会的视线。现在看来，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。于是他便来到主办方提供的休息室，接通了霍华德打来的电话。电话一通，霍华德便难掩紧张地问道：安老弟，你最近一直都在华夏吗？对，安启山道，最近我一直在燕京。老兄，你找我有事？霍华德试探性地问道。安老弟，你知道珀清会吗？安启山大大方方地承认道。当然知道，我大女儿和大女婿当年就是他们害死的。前段时间我们一家人在纽约也险些被他们灭门。我之所以来华夏，就是因为忌惮他们，未来很长时间安家人都不会再回美国了。说着，安启山又故作好奇地问他：老兄，你为什么忽然问到珀清会了？霍华德哎呀一声，感叹道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忽然就跟他们扯上关系了。说着，他忽然想起什么，连忙道：对了，老弟，你那个女婿陈志民，他竟然是珀清会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安启山嗯了一声，知道，我的小儿媳也是珀清会的人，而且这两个人还不是他们半路策反的，他们都是珀清会从小培养的，而且在10几20年前，珀清会就针对我小儿子和小女儿，对他们进行量身定制的特殊训练，实在是防不胜防啊。霍华德一听这话，顿时吓得后背发凉，脱口道：老弟，你家孩子结婚，你都不做足背景调查吗？安启山随口道：查了，但关键是祖宗8代都查了，也没查出什么问题。人家既然决定派卧底过来，自然是经得起查的。珀清会的实力超出你我想象，被他们盯上，我们很难躲得过。我的天，霍华德脱口道：这帮人是魔鬼吗？用这么多年，这么大精力往你家里派2个卧底，还都是你儿子、女儿的枕边人，这个本事也太可怕了。是啊，安启山叹了口气，问他：老兄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霍华德郁闷地说道：别提了，前段时间家里丢了件古董，我为了找他，动静搞得大了一些，手下人今天追查那个调包古董的古董商，发现人竟然是老弟你的女婿陈志明给带走的。安启山感慨道：老兄，你糊涂啊，你堂堂罗斯柴尔德家族，丢了一件古董还搞这么大阵仗，谁都猜得出那东西肯定来历不凡，而且珀清会又是几百年历史的神秘组织，说不定跟你丢的东西有很深关联，他们盯上你也很正常。霍华德一听这话，心里更是崩溃，情绪有些激动地脱口道：关键你那个女婿也不按套路出牌，我带人去追他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找到那个周彼得，结果他直接就一把火把自己给点了，有这个必要吗？